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爆新预告，诚意雪夜无火箭出圈，太飒了！你身为一个冰人，却迟迟挥不出天地一剑，理应自省。杀更强的妖，出更快的剑，便能挥出天地一剑吗？这是狐妖小红娘王全篇最新预告片剑指本心的核心内容，也是王全篇第一支有故事内容输出的预告片。狐妖小红娘真人剧3部曲改编自人气极高的同名漫画，第一部月红篇在播出，只可惜不管是演员选角还是故事改编都不太理想，在豆瓣只拿下 5.0 的评分，开局就有天崩趋势。但好在狐妖小红娘真人剧系列虽然有世界联动，每篇的主角以及故事都相对独立，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连锁反应。而且当时3部曲选角公布时，就有漫粉提出月红篇的选角很不理想。月红篇和竹叶篇是3部曲中的女主剧，分别挑选了85花当中的杨幂与刘诗诗做主演。虽说大幂幂曾经爆火一时，但自从转型后一直没有亮眼的作品输出，现在明显可见在走下坡路。刘诗诗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半退圈状态，可自一念关山后，算是在古偶中再次翻红，人气和流量明显比大幂幂强。再加上竹叶篇除了主演外，还有侯明昊、丁禹兮这样的强流量作配，女配选的也是张若楠、孟子义、彭小苒这样演技型小花，整体阵容强过月红篇，因此大家对第2部的期待值比第1部高。不过3部曲中市场热度最高的还是诚意主演的最后一部王全篇。虽然剧方没做什么宣发，截至4月份王全篇爱奇艺站内预约量突破 282.8 万，成为系列最高。本来狐妖小红娘第2部竹叶篇是规划在4月底播出，全剧播完再加上余热期有1个多月时间，正好不影响暑期档王全篇上线。但是因为无忧度空降竹叶篇排播靠后，那么王全篇想要在黄金暑期档上线，时间就有点紧张了。再回到王全篇这部剧本身，是3部曲中唯一的一部男主角。故事线在竹叶篇后面，主线以王权世家的少主王权富贵为视角，他是王权霸业与东方怀竹之子，也是王权世家的最强兵人。可惜这样有着显赫身世的世家子，却自小被父亲当作斩杀妖怪的兵人培养，囚禁在一方天地中，每天修炼道法，毫无生活和自由可言。所以最新的预告片中才有王权富贵自述的那句话：“我的心是冷的，没有温度。”蜘蛛精青铜改变了王权富贵的生活，虽然他们相遇一点也不美好，那时青铜还是半人半兽、负伤累累的蜘蛛精，可王权富贵知道他是妖怪，仍选择给他疗伤，放过他。此后借由青铜，王权富贵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并且爱上了青铜，可这段人妖恋情却遭到了家族的反对。为了青铜和道义，王权富贵与家族决裂，有了全篇最虐的万箭穿心场景。从目前各类消息来看，王全篇规避了月红篇改编有失偏颇的弊端，尽可能的忠于原著进行还原。不过真人剧还是弱化了青铜角色的主动性，也将转世续缘修改为东方真血献祭，不知道这样的修改会不会导致故事叙事失衡。当然王全篇成为3部曲最期待作品，必须要提主演诚意的贡献值。我记得当时官宣男主时，网友就调侃诚意是天选王权富贵，感觉自从他成为天选李莲花后，每一个古装角色都是天选之人。王权富贵与诚意以往饰演的角色还是很多区别。首先他的性格因为被当兵人培养，清冷孤傲，不善于与人交往。诚意的妆造有2个类型，一个是黑发白衣的道门造型，
整体偏清瘦，后面还有一个黑袍白发造型，偏素重，其他还有战损妆出现在花絮中。尽管也有网友吐槽，他30加的年龄饰演一开始12岁的富贵少爷很不适，可从花絮看还可以，没有大的违和感。还有程毅的打戏一直是吸睛亮点，他继李香怡的红绸舞剑后，在王权篇中又挥出了王权富贵的血液火箭，据说剑上燃起的熊熊烈火不是特效，是真火燃烧，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血液的黑白和剑上红光形成了鲜明对比，超级飒。剧中的女主由李一桐饰演，私以为这是狐妖小红娘真人剧中最有 CP 感的一对。花絮中李一桐的哭戏和打戏都过关，感染力很强，尽管弱化了她的角色，存在感也很强。目前大家最关心的是王权篇暑期档能不能按时上映，和据说同样安排在暑期档上线的《富山海》形成一个武侠加奇幻双剧矩阵，让喜欢程毅的剧迷看个过瘾。程毅王权篇预告太燃了，演出了2次元感觉，美得不像真人。狐妖小红娘竹叶篇还没播完，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王权篇了。此次程毅担当主演，仅凭一支预告片便收获了原漫粉和一众粉丝的无数好评。凭借多部热播剧爆火的他，似乎距离一线只差一步。王权篇也是靠着强大的粉丝热度和程毅的抗拒能力成功实现了未播先火。其实王权篇在拍摄期间并不被大家看好。网传这部片子的制作成本远远不及前2部，这也让大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花那么多钱都拍不好，这花不上钱的岂不是更拉胯？本来也是抱着点希望的，毕竟这大 IP 在这里摆着，如果就这么毁了也太可惜了。忙活半天，剧没拍好，演员没红，观众也扑了个空，谁也不乐意，着实扫兴。直到看见官方放出来的预告片，大家才仿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片花中，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一头白发造型引人注意，身披银色战袍，状态不要太好。那张帅出天际的大男主脸，干净白皙，五官立体，线条标致，宛若2次元中的角色。那流畅又自然的打戏，行云流水，主打一个高燃。为数不多的预告中，每一帧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屏幕前的观众看的是身心舒畅。不敢想象，等到正片正式上线的那一天，大家会有多么的疯狂。抱歉，很久没看到不敷衍的剧了，感动的都要哭唧唧了。剑柄上刻着王权2字的磨损痕迹越明显，就越能暗示王权富贵挥剑杀敌的勇气和决心。咱就是说，野性和张力直接双爆表了。不到2分钟的预告中，程毅把王权富贵的清冷、挣扎和强大一一展现了出来。万万没想到，看了程毅的表现，大家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激动。其白发黑袍造型更是被大家认为是从漫画中撕下来的男主，那五官轮廓以及那锋利无比的下颌线都和原型别无二致。由此可见，大家对程毅是有多么的认可了。在前2个系列漫改剧双扑街的情况下，王权篇偏偏比不上他们的成本制作出了电影级别的画面，颇有一种大家都看不起他，可偏偏他最争气的港 JIO， 完美的滤镜，绝子的镜头，还有这张极具权威的脸，这简直很享受了呀！不懂就问，程毅的粉丝们都吃这么好的吗？抛开这些暂且不谈，近年来程毅可是名副其实的电视剧扛把子，沉香如屑，沉香重华，莲花楼琉璃，每部剧都让观众对他印象深刻，好像只要有他在，这部剧一定能大火。不管是四顾门主李香怡，还是修罗王玄烨、帝君应渊，又或是凡人唐周以及雨丝凤等，这些角色在程毅的饰演下都变得栩栩如生。而这
足以证明程毅的实力。如果说李莲花眼中是经历过江湖是非后的释然与放下，那么王权富贵眼中便是执着与坚定。除此之外，还多了点儿与世隔绝的孤傲。少年本该意气风发，即便不被世俗所理解，也应不畏艰难险阻，一往直前。执剑者为天下，亦为苍生，这份大爱便是责任。所谓苍生，既包括人，也包括妖。万物有灵，需要王权富贵执剑来护。走遍万水千山后，当他寻到了自己的道，便也找到了自己的信念，变得无坚不摧。见天下，见众生，见自己。人总要大开眼界，才会得到真正的提升。我们王权富贵才不是冰冷无情的杀人兵器，他是众生的守护者。救命！王权富贵是专门为程毅量身定制的角色吧？这下我看谁还敢说漫画改真人剧注定会毁原著试试看呢？到现在王权篇的热度仍然只增不减，有粉丝表示，程毅演的王权富贵和李莲花不一样，看着就一副很难杀的样子。可不很难杀吗？万箭穿心都没死。捂嘴笑哭。看来比起李莲花的虐，大家都希望程毅的王权富贵千万别再虐了。纵观他演过的剧，哪一部不是被扎、被捅、受伤吐血更是家常便饭？这些元素似乎已经成了程毅接戏的必备条件。看他演的剧，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外加准备好纸巾。不管怎样，只希望王权富贵大杀四方，争取活到最后。相信以程毅的能力和实力，一定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无比鲜活的王权富贵。